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杂谈的第91期啊。那么这一期呢，因为我刚刚看了柴静最新放的视频啊，他推出了他关于看见的这个系列啊，然后第2集的节目，36分钟的节目，我完整的观看了啊，原速观看，然后非常的感动啊，和上一期一样，也是被眼泪夺眶而出的眼泪啊，打断了5、6次才看完。那么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句子吧，啊，但是开头我还是先来说说，因为它的标题叫柴静提问胡锡进啊，不信任任何官方结论，我们的理性就会失去支撑啊，这是他看见的相关的这个，相当于他把看见呈现成画面的第2期的这个节目啊。那么首先我得问候一下胡锡进啊。我只想对他说这句话，没有别的了，啊，然后呢，我们来说说柴静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记下来的这些句子，因为这些句子非常让人感动啊，很多句子让我眼泪夺眶而出啊，完全情不自禁。首先，只有事实能够与偏见较量，只有理性能够唤醒理性。人们绝不会放弃对真相的关注，只要他们心中巨大的疑问还没有解开。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却简单荒诞的骗局。权力不用来捍卫的话，就是一张纸。这句话呢，转述的人是吴保全，他写了一篇揭开鄂尔多斯的浮华啊这一篇这个帖子啊，然后被诉诽谤啊，然后他说他在监狱接受柴静采访的时候说，他是看了一篇文章。是讲那个为了1.5元的那个买水的发票而把铁道部告上法庭的这篇文章，他当时想不起这个文章的标题，后来柴静告诉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我只是讨厌曲阜”，然后吴保全很惊讶，说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柴静笑了，说这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么这位为1.5元的水的发票把铁道部告上法庭的人呢，是郝劲松。而这句权威不用来捍卫的话，就只是一张纸，也是郝劲松的话。然后呢，他记得他在监狱里面问吴保全说：“你还相信法律吗？”吴保全说：“不，我信仰法律。”当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的。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他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重视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是还是忍不住。一旦质疑不被允许，人们会慢慢习惯于不再思考，惰性会腐蚀人的头脑，最后连知道的勇气都会慢慢丧失。启蒙不是开导别人，而是敢于知道。这些不识字的老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民主，但是用理性、常识和智慧，他们实践了它。我坐在这些老人和孩子中间拍了这张照片，这成了看见的封面。很难平复啊。最后一句话，民主、权利、公正和自由，这些不是书本上的概念，也不是外来的模式，它是人性挣脱束缚之后自然而然的需求和结果。
不容易。我知道我念这些话的时候会非常激动，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激动。我觉得啊，你要想问这个中华民族，或者我们不用这个词，中国这边土地上来的人，中国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那我觉得我们来做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什么时候柴静频道的订阅数能超过王志安，就有希望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很多观众会好奇，柴静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数什么时候能够追上资深的调查记者王志安？下面我们可以用公开数据来做一个粗线条的推算啊，同时呢来解读一下它的这个不确定性。我们来看基数啊，截止2025年6月21号，这是美国西部时间，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间。柴静的订阅数是93万4千，王志安的订阅数是179万，他们的差距是85.6万订阅数。那我们看他最近30天的增速，月度订阅的增长率呢，柴静是2.87%，大约每月是增长2万6千人，而王志安最近2周持平，没有增长。这些都是来自于YouTube 的数据，以及有一个 VDIC 这个频道统计，以及 SocialCounts 这个就 SocialCounts.org 这个网站，它提供了很多社交账号的比较公允的数据。那我们来做一个线性的外推啊，我们粗估一下感召点，假设柴静保持每月2万6千，那王志安继续停滞，85.6万除以2.6万约等于33个月，那么他需要2028年3月左右啊，那可以超过王志安。第二个假设呢是王志安继续小幅增长，每月增加5000，而柴静的增速不变，那么就需要38个月到2028年的第3季度。那第三个假设呢，柴静的内容爆发月加达到5万人而王志安如果保持现状，那最快2026年11月就可以追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假设。柴静刚刚恢复长访谈如果保持高频的优质内容更新，增速可能会加快，反之则会减缓。而王志安呢，这个包括直播，最近他要直播馆长然后俄乌美中新闻等当年这个直播俄乌和美中新闻的时候，曾经单月新增大于10万。如果再遇到什么大新闻，订阅可能会反弹看看馆长。那平台的政策和受众的迁移，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调整，观众转向短视频平台等都会影响曲线。所以按过去30天的平均增速那比较合理的最理性的一个假设，那柴静想要追平王志安大约需要2.5到3年。那如果王志安停更或者增速为负，那时间会大幅提前。如果都遇到了增长拐点呢，那预测就要重新校准。所以比较可能的是2028年左右当然这是我们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我们就是做新闻查证嘛。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讨论柴静这个节目里面讲到的3个当年的新闻，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查证一下不管对谁我们都可以查证，哪怕是偶像也是可以查证的。那么首先2007年这个10月12日，陕西林业厅官网公布镇平县农民周正龙拍到了野生华南虎照片36张，引爆了舆论。那10月的下旬当时的面对面栏目，那么柴静对周正龙林业官员进行了专访节目名叫《虎影重重》。民间有很多质疑摄影师吕祖雄、科普作家方舟子都在天涯和科学网发帖，指出照片与上世纪80年代的年画虎啸图高度相似。那08年6月呢，陕西省政府新闻办通报，照片系周正龙用纸质老虎摆拍伪造。林业厅副厅长薛建国等13人被问责。08年11月，鞍钢市中级法院以诈骗罪正式判处周正龙5年有期徒刑，罚款2万元。那我们看一下财经杂志2008年7月曾经刊发过这个纸老虎的背后那周正龙力图他有一个利益的动机以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构了仿真山洞纸虎布景。那地方的林业系统呢，那新华每日电讯深度稿08年7月2号那镇平县林业局陕西省林业厅为了争取生态旅游虎保护专项经费等没有经过专家鉴定即发布了这个所谓的发现
那中国生物多样性年报2009年的章节，初期专家评审是缺席的，多名野生动物保护的学者都指出没有见到虎踪证据，粪便和毛发取样都是造假。那柴静的采访价值以及可能的一些局限它及时呈现了多方的声音，节目中保留了农民、县官、质疑者交叉的陈述，是主流媒体首次公开的造假争议那么未能实地验证，受限于拍摄的周期，他没有拿到虎迹、DNA 或者现场模型那只能依赖当事人的口供，那促成了事后的深入挖掘播出以后，网络的质疑集中放大，逼迫陕西省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省政府新闻办集中通报中承认有媒体压力那代价当然是周正龙刑事责任5年刑期加上2万罚金。那有13名官员被问责，有正厅级1人，副厅级3人然后华南虎的野外确存华南虎野外确存经费有660万元，那是财政拨付申请是紧急冻结了。首先呢，我们看这是没有任何的实际证据没有这个濒危物种需要 DNA、粪便、足迹、影像4位一体，但科学证据源于这个行政喜报没有被重视。地方的 GDP 与生态牌的扭曲那造假动机多指向征项目拿拨款以及中央财政与科研拨款的双重通函评审的这个机制。那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互补进行了强大的监督柴静的报道提供了事实依据，民间图像提供了技术纠错，那形成了良性的舆论链条。公益诉讼与刑责其实需要并行那如果野生动物造假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那其实可以公益来追溯行政的浪费。那我们来看2024年以来的这个华南虎保护的现状。野外的确认记录是2001年之后没有可靠的红外相机的图像。圈养的种群是45只这是根据2024年繁育报告中国动物园协会。那基因的评体呢，有效的繁殖个体已经小于20，那面临着近交衰退的这个风险。中国国家的辅导计划在江西赣南、福建武夷山在试行半散放的模式，还没有开始放归07年这个华南虎照的这个闹剧呢，折射了权力与金钱裹挟下的伪科学与地方的冲动。柴静的采访记录了争议的现场，但真正扭转舆论的是公开透明的科学证据。17年过去了，华南虎依旧未重回野外，而信息造假付出的是法律与行政的代价，为当下网红濒危动物热潮提供了醒目的警示。事实胜于照片，科学高于流量。好，我们再来看财经节目中提到的第二段，2007至2009年发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五保全网络诽谤案。一名网民因发帖质疑当地补偿与官员行为，被跨省抓捕3次审判，最终以诽谤罪获刑1年6个月。案件在当年引发了政府是否享有名誉权、网络言论的边界的大讨论，至今仍然具有典型的价值。案情的时间线07年9月，吴保全在论坛发帖叉叉这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是2个字的名字你要杀你的农民姐弟吗？史称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征地的黑幕，他被行政拘留了10天。而08年4月29号，鄂尔多斯东省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刑拘了吴保全，6月4号批捕。08年的10月17号，东胜区法院一审以诽谤罪判处吴1年徒刑，无上诉。09年2月，鄂尔多斯中院发回重审，东胜区法院改判2年，无再上诉。09年9月16号，第3次重审，改判1年6个月，吴当庭表示不服，刑期至2009年10月28日他被释放。那这个公诉机关的观点说，他捏造事实，多次网帖侮辱诽谤市委主要领导，收受了村民的29.5万元的好处费，而吴称系代农民维权然后款项为维权经费，并已经退款，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反映受害官员的名誉损失的量化的证据。那公诉机关说，以刑法第246条捏造事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而追责。那中国政法大学的王胜安指出，刑法无诽谤政府罪，政府机构是不享有名誉权的。那一审1年，重审2年，再审判1.5年，法院的理由没有公开，外界质疑以审代管弹性处理。3大焦点那政府机关能否当被害人？普通民法学理认为，国家与政府是不具备名誉权的，仅个别官员可以主张个人名誉。那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认定门槛是什么？法院的主要依据是帖文的转载量与当地舆情，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公共混乱的证据。而跨省抓捕与程序的正当性也受到了质疑。吴在江苏被鄂尔多斯警方抓捕，2度未及时通知家属，律师批评侦查机关模糊地域管辖范围。那案件的后续与制度反思
09年10月28号，吴保全刑满释放，维权网称其长期失业，生活困难。多篇评论都认为此案将私人诽谤罪扩大到质疑政府行为，削弱了公民监管的空间。这就是新华网上的报道。那中国最高法院呢指导精审2013年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明确，散布谣言被点击5000次可追刑责，却同时强调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不视为诽谤。那这个尺度还是很难拿捏都是口袋罪。那我们对今天的启示是：首先，名誉与公共监督的界限需要厘清那批评政府行为应该享有更高的容忍度，真正侵害个人名誉的谣言才可以遵循民事或刑事途径。而网络言论定罪应该提高门槛，需要证实实害仅凭发布与转载量就入刑，难以匹配言论自由加社会危害的比例。跨省办案与羁押期限应该严格遵循刑诉法，那程序的瑕疵会让司法公信随着案件一起被拷问。在这里面，媒体和学界发挥了重要的角色其实柴静本人节目里也讲了，他其实一直在为吴保全奔走，我觉得他是很有正义感的。那深度报道了揭露呢程序的疑点新浪新闻的长文、经济参考报社论，促使公众关注司法的公平。而法学家持续的跟进批评政府不享有名誉权不享有名誉权那么这个成为了教科书级的案例。那案件尘埃落定了15年之后，互联网的舆论生态早已升级，但公民发帖地方震怒、刑事诽谤这一逻辑仍然偶有重演。吴保全案例用实例在提醒，捍卫批评权、限定公权力的名誉边界，仍是法治中国的必答题。我们最后再来看柴静在结尾提到的就是他这个封面的来由。这是重庆开县，现在的重庆市开州区马柳乡，在2004至2007年推行全城阳光民主决策实验，乡党委书记肖仁海主导，把修路、移民、山林纠纷等20余项重大事项交由村民大会公开表决，被新华社、央视新闻调查称作马柳模式。这就是柴静当年做的节目马柳的民主。那本文查证当年官方报道、学术调研与后续的跟踪，来平息这场基层民主的这个得失。从书记拍板到村民公决，马柳乡海拔落差大，03年启动300公里这个通阻公路的工程，需要动迁山林1200亩，这个补偿的争议非常的尖锐，这央视当年报道过。那么乡里呢以村委会组织法第17条为依据那么要求凡涉及公共财政资源分配的事项要4步走：提议、公示、表决、监督。这是新浪的报道。那操作流程包括户代表一票制全乡2.1万常住人口4747户都拥有表决权，然后镇村的这个干部分离乡干部只主持不投票。那现场唱票加电视录像，在白河村小学操场公开计票。这是搜狐当年的报道。这是民主创新的3把钥匙首先第一个关键做法，它一体准入清单具体措施是列出了28项必须票决的目录，征地补偿公路施工队招标、移民指标分配等。它杜绝了小圈子决策，但是流程耗时平均延长了40天。少数服从多数加少数人的保障对被征地户少数反对意见，书记承诺补偿不低于平均价，有效削弱钉子户，但谈判成本也上升了。实时公开账本那么在乡政府的网站和村务公开栏同步发布了决策结果、工程进度和支出，它提升了信任，但是也暴露了财务粗放，后期需要专业的审计。那它的具体的成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媒体和学者的评估公路的完工率300千米然后加上21座便民桥，2007年底全部交付了，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那么村民自筹资金比例从35%提高到了52%，这是央视当年的报道。那纠纷也下降了乡司法所统计，乡邻与补偿案件由03年的169件降至07年的23件。问责的案例，新浪网有报道：06年实验村挪用公路款21万元，经村民举报倒查，村主任被撤职。但是我们也看这里面有质疑与隐忧学术与媒体的反思。首先，这是一个行政主导、民主有限的案例，村民的议案仍由乡党委筛选那么财大的教授王勇批评，程序上像公投，实质仍是干部定调。参与疲劳截至08年，白河村参与率从首轮的96%降到了71%。柴静的节目里也有这个是他这个村干部在催促村民来参与的这个电话那部分农户嫌会议太频繁，成本太高，可复制性不强。马柳乡小商镇23000人，那在税费改革后靠高额的这个统筹资金支撑，对人口5万人以上的大乡镇，财政恐怕难以仿制。
那么对这个当前基层治理的3点启示是：法定程序要有硬约束，把必须票决入村规民约，才能避免书记的个人魅力消失后模式熄火。那技术赋能透明度啊，05年推广了一个这个数字乡村的平台啊，这个我也看到过很多的报道。手机端可以查看预算与这个投票的结果，降低了参与的门槛。那小范围的试点啊，到省级立法，建议把这个公开票决写入重庆村务公开的这个条例修订稿，形成制度外壳，而不是留在口碑。啊，那么我们来看马柳乡的案例，说明真正的基层民主不是开一次会投一次票，而是让权力在阳光下反复接受质询，形成制度啊。那他们把公开票决问责写进制度并迭代升级的时候呢，那乡镇的治理才能摆脱书记红利，让民主成为常态，而不是新闻。我们对柴静的节目就在这里啊，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的内容。那讨论的内容包括了多家媒体引述彭博社自英国法院与土地注册处的文件调查，恒大创始人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在泰晤士河畔的高端住宅项目 Thames City 名下持有33套豪华公寓，发生在22年9月购买那么总价约4980万英镑，合人民币4.8亿元，交易通过5家 BVI 的这个空壳公司，英属维京群岛的空壳公司完成那么这个来源是包括联合早报啊、新浪雅虎财经都有。那么我们来看关键的细节，房源的位置是伦敦的 Vauxhall Nine Elms 在开发区这个 Thames City 第8号塔楼等多栋高层，22年9月以一次性付款购入，单价区间在85万到这个540万英镑不等。那总计大约4980万镑那5家 BVI 公司分散产权法院文件列出了丁玉梅为最终的受益人，那 JLL 这个受聘负责出租管理。好，那我们来看那文件显示丁与两名子女以及2名孙辈同住在其中一套价值540万英镑的顶层复式楼当中。好，我们再来看，那这个时间落点正好是恒大2021年暴雷，且许家印被要求动用个人财富偿债之后的大约1年所以这个才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好，那我们来看技术性离婚与资产隔离，恒大2023年的公告已经不再将丁玉梅列为了许家印的配偶，引发了市场猜测夫妻在危机后完成了财产的切割，官方没有证实离婚的时间，雅虎财经那丁玉梅个人财富多来自早年持恒大的股票与派息，如果中国境内的资金外流超出了年度额度，理论上是需要经过外管局的审批的那购房款的具体汇兑路径没有公开的文件。目前中国境内针对许家印的这个刑事民事程序尚未波及其前配偶，如果未来的债权人申请境外保全，那英国法院认可才能够需要英国法院能够认可中国的判决或另行起诉。法律界认为跨境追债的成本太高，周期太长，不太现实那中国香港以及内地的这个债权人正在评估是否向伦敦高院提起保全的申请。那恒大清盘的管理人没有正式回应该资产是否列入潜在的可回收的财产池那中国国家外管局呢也没有公开评论。33套豪宅映射出了高杠杆房企的这个创始家族在暴雷监管追偿的链条下常见的资产转移路径，境内股权、离岸公司到英美核心城市的房产。那监管层面呢，跨境流动资本这个必须要追溯结汇凭证那债权的追索在于中国法院后续的冻结范围与英国法院能否承认并执行，这个不太可能那社会观感豪宅的曝光再次放大了房企对于高管先套现、普通投资者买单的不满。最终，丁玉梅的伦敦房产能否为恒大的债务止血，取决于司法互认与跨境资产保全的执行力，而不是媒体曝光的轰动效应这点我非常认同我认为我个人观点觉得这个资产以他们这个法律的操作被追回来几乎不可能。好，那一封名为我的父亲李松坚的网络公开信将汕头澄海出身曾登胡润百富榜的名媛集团的创始人李松坚推到了聚光灯下。作者自称李松坚之子，清华摇班的毕业生李新野，公开控诉父亲在家族财富、情感关系及企业经营中的种种行为，点名其卷入07年的上海社保旧案的旧账那该案引发了豪门内斗、房企危机、二代反叛等多重话题的热议。我们来看核心书印那么平台还没有证实那有一个帖文的截图，账号有实名认证，署名李新野的长文我的父亲李松坚出现在知乎、麦麦、X 等平台，随后被多次转发，是6月19号的消息。他的家庭背景自述为09年的这个 NOI 的金牌我也参与过，然后我大学也是保送的然后他是保送了清华然后保送了清华交叉信息学院，现为量化私募的工程师公开的竞赛名册可以查到李新野深大附中。
然后对其父亲的指控呢，是对家族财产的分配不公，四处认爹，寻求政商庇护，提及陈良宇案、男性员工的奴才论啊，以及名媛多项目烂尾、现金资金链断裂啊，他没有附合同财务文件。陈良宇案公开判决中，那确有李松坚行贿70万元这一条啊。那李松坚呢，就是94年转战上海开发名媛世纪城，06年的胡润百富榜，他17亿人民币啊排入，07年因为社保基金案获刑1年半。那胡润榜法院判决书都是可以查的。那截止到6月22号中午12点，啊，那这个李松坚本人及名媛集团没有公开回应，啊，那主帖在多个平台里面隐藏或者限流。这个信中什么认爹视男性为奴才等是比较主观的啊，没有佐证，这我觉得是一个诽谤啊。那名媛世纪城后续融资与业主维权公开信息也很有限。那名媛集团的主体是上海名媛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实角资本股东穿透等等，我们其实都可以调查的啊，这家族的产权结构。那你看富二代原生家庭学霸为何这个公开手撕父亲啊，体现了当代高知子女对传统家庭权威啊财富观念的这个冲突。民企债务与房企的退潮，二线的民企都是房企民营房企也都是资金断裂了啊，那么家庭的矛盾就激化了。那非头部房企在去杠杆周期的现金链这个表现是非常脆弱的。舆论与隐私的矛盾啊，私人家庭的矛盾是否应该公开全网？互联网时代个人维权与公共知情的边界存在争议。啊，那我们看这可能会辟谣啊，可能会起诉啊。李松坚如果否认的话，那将通过律师发表声明或者起诉名誉权；那默认则有可能会有这个家族财产的诉讼。而这个信中提到的资金占用烂尾属实的话呢，那当地的住建或银保部门应该要介入调查啊。那事件是否持续发酵，其实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拿出合同、银行流水、股权文件等硬的证据。目前公开信都是单方面的指控啊，没有第三方的文件，那折射出房企资本退潮后的债务与家族治理的冲突。那夸大来说呢，也许是豪门内斗，利用舆论施压。那等待双方或权威机构提供可审查的资料，我们才能够避免以碎片化的爆料来做定论啊。那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则新闻啊，那个法广报道，6月20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宣布终止与中国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有限公司，也是中亚石油签订的25年这个阿姆河盆地石油勘探的合同。他官方给出的理由呢，包括投资不到位钻探不合规，未履行本地雇佣及环保责任。该项目原定首年的投资是1.5亿美元啊，3年累计投资5.4亿美元，被视为塔利班迄今最大的这个中资能源协议。我们来看啊，23年1月5号，那塔利班石油部与中亚石油在这个喀布尔签订了这个阿姆河沙达拉特油田产品分成合同，覆盖了阿富汗东北3省4500平方千米的区块，期限是25年。好，那么23年4月到24年12月，公司完成了2口石油井，进口了这个3套修井车。塔利班称未达到年度1.5亿美元承诺的投资。25年6月19号，塔利班在矿业石油部发函宣布合同终止，列了5大违约理由啊。那是什么呢？首年合同仅实际到账了4500万美元，远低于1.5亿美元的承诺，而指定的11口井只钻了2口啊，延期数据不全。未提供3000万美元的银行保函，450名因故阿富汗籍工人仅兑现了57名，社区道路、诊所等未配套动工，环保评价的这个报告缺失。那中亚石油呢，在乌鲁木齐注册的公司啊，它截稿前我们是没有发布声明的。那公章信息呢显示其注册资本5亿，实缴8000万人民币啊，显然我觉得从注册资本看是没有这么多钱。塔利班政府呢，矿业石油部长这个沙哈拉布丁啊，然后这个德拉兹啊，在记者会上宣称欢迎符合标准的中外公司重新竞标。中国外交部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商务部门正在与企业核实。损失评价前期勘探的投入设备运输大约6000万美元，合同终止或者也许会触发这个仲裁啊。那我们来看其实呢，这个我们看一些风险分析这个巴达赫尚那个塔哈尔这些省是武装余波频发，中方去年8月暂停现场作业2个月，塔利班政权没有获得国际承认国际制裁是制肘了这个跨境的汇款。然后呢，中资其实难以按照计划汇出巨额的投资。合同监管环评和社区谈判的这个缺位呢，我们来看双方对首年完成量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那3点启示首先银行保函与分段付款的这个前置是有必要的。那在政治高风险地区必须资金链先到位，工程量后推进同时呢，多层担保加上政府间的框架，企业单打独斗容易陷入被动。
那应该依靠政府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啊。同时呢，社区效益要先行啊，这当地的就业公益配套还是要做啊。这个塔利班政权会为所谓什么合法性，就因为它也有合法性的诉求啊，对吧？它会优先维稳，而不是这个保护商家。所以我们看塔利班是否会启动国际仲裁啊，或者重新招标，中亚石油是否寻求外交支持或者赔偿，以及其他的中资矿企在阿富汗的铜矿、锂矿等项目资金拨付的节奏是否会调整啊？合同跑冒滴漏，然后高风险的项目也夭折啊，既是塔利班治下营商环境的缩影，也提醒中国企业走进阿富汗要有政治不确定性、金融制裁加硬安全3重的底线思维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2则新闻，我们可以简略的看一下啊。上戏2025级的这个博士招生啊，这个金世佳拟录取黄晓明落榜啊，明星考生给这个申请考核制带来了话题啊。那这个是我们查证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官网，这是真的啊。那可以看到他这个2025年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拟录取榜，金世佳总成绩是278.84分，名列表导演创作的一个方向第一啊。那黄晓明未上榜啊。这个黄晓明对红星新闻表示明年再战啊，这是红星新闻25年6月20号的报道。OK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王洪和韦东奕的这个神仙对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视频号是有一些炒作啊，把10几秒的录音文件剪成了听不懂的高深数学。实情呢是他们只是在闲聊一段早已公开的这个证明草稿，而且语义并不艰深啊。下面我们来还原一下完整的对话背景啊。首先他们两个研究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啊。王洪因为是同乡嘛，然后这个他也是非常出名啊，然后是天才，这只能这么形容啊，就是他年龄比我小，然后那个读大学还比我早，这是很厉害的，这绝对是家乡的骄傲啊。然后王洪呢，这个他是这个有一段这个所谓的这个与韦东奕的神仙对话，但是王洪呢，他本身是我记得是研究几何学的，而且是欧式几何比较多啊。然后这个当然好像韦东奕也研究一些，但他是微分几何啊。其实在具体数学领域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来看啊，他这个原话是说韦东奕说找到一个节点是 A， 然后证明 A 的纬度是1啊。然后王洪说哦对，这一部分是在陶的 blog 里面写的。那这个结论是早就证出来了吗？韦东奕问啊。王洪说他 sketch 了，他 online 有一个 idea， 是北京大学2024年12月在几何与调和分析前沿讨论会的一个茶歇上录制的，只有17秒啊，由 B 站的这个哔哩哔哩的一个账号书院杂谈上传了。好，那首先呢是这个节点 A 维度1说的是这个挂骨猜想啊，这个卡开啊这个猜想它是若能找到一点 A 在切片维度降到1，那是叫全局 Hausdorff 维度可压缩啊。这个我不是学数学专业的，我就不评论了。但是呢，它主要是我记得它是一个线段啊，可以成一个这种形状来运动。我记得是这么一个猜想。陶哲轩啊，当然了 Terence Tao 这是著名的数学家，23年11月9号在博文 A Sketch for Reducing the Kakaya Set Dimension by Local Flatness 啊，这只是 sketch 还没有正式的发表。但是王洪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啊，他说他证明了挂骨猜想那其实呢就是你看韦东奕主要的是研究随机矩阵和偏微分方程啊，还不是几何啊。然后王是专攻几何分析啊，他们两个的领域其实在数学上差异是挺大的啊。当然这是本身就是一个数学家之间的交流啊，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我们这普通人还是这没法去深究它的内容，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是神仙对话其实是科研茶歇对公开草稿的简单确认啊，不是什么玄奥的符号，而是对挂骨猜想、局部维度及博客草稿这些基本的知识链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啊。那网络剪辑呢，常把这个常规讨论渲染成高深的密谈，是流量的需要。面对数学热梗，戳开原帖，阅读上下文，真相通常不再神秘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啊。我们这节目都会做事实核查啊。那听到这里的，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非常稀缺啊。每天中午12点都会给你听天下的真新闻啊。同时呢，我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真朋友 APP 啊，可以在应用商店搜索，也可以搜索 Very Real App 非常真实 APP， 可以匿名注册，保护隐私，言论自由啊。我们这也有很多真友圈的投稿啊，自由的朋友圈。好的啊，那谢谢大家。